以前有一则新闻，讲的是一个脱口秀演员自杀未遂的事情。事情的起因是他在已经有女朋友的情况下，还跟一个女粉丝发生了关系。更麻烦的是，那个粉丝对他纠缠不休，甚至让他面临名誉扫地的风险。最终他受不了这种压力，选择了自杀，不过没有成功。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，归根结底就是双方没谈拢条件。在我看来，那些死缠烂打只想捞好处的女人，比起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女人要低劣得多。回顾过去那些翻车的男明星，比如易峰、海波、云迪等人，他们大多是花钱直接找专业人士解决问题，很少会跟粉丝扯上关系。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如果跟阶层不对等的人搅在一起，很可能会被对方敲诈，甚至被搞得声名狼藉。大部分普通人没经历过财富和名声的洗礼，根本不懂这里面的门道。实际上，当你的财富或名气达到一定高度后，跟谁交往就得格外小心。最重要的是，对方的沉没成本必须足够高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些大领导混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出过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找的对象往往是体制内的、有一定地位的女人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就算有一天关系破裂，对方也不会撕破脸、死缠烂打或者把事情闹大。原因很简单，对方也有自己的职位和家庭，他们的面子和名声往往比男方的还重要，所以最后分手时通常都能和平收场。网络上的大 V 和明星也是这个道理，他们特别在意自己的名声，最怕被人写文章攻击，所以他们要么花钱找专业人士，要么只跟同样是大 V 或明星的人交往。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，靠本事吃饭的女人比那些只想捞好处的女人高尚得多。那么，一个原本高尚的女人什么时候会变成卑劣的捞女呢？答案是，当阶层不对等时，当对方的沉没成本远远超过自己的成本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女人很清楚自己站出来曝光你的时候，你会比她更害怕，那她就很可能变得卑劣，甚至开口向你索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。如果你不答应，她就会翻脸，把所有事情抖出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比如当年的秀波事件，很多网友都在说，那个小三陪了他7年，最后却被他送进了监狱，觉得他是个大渣男。但事实是怎样的呢？你可以先去查查，在交往期间，秀波到底给了他多少钱，是几百万还是上千万？而那个所谓的小三，在秀波提出分手后，向他索要了4000万。注意，这是明目张胆的勒索，证据清清楚楚。当时秀波可以选择妥协，保住自己的名声，但他没这么做，而是选择了报警，把对方送上了法庭。我觉得他这个决定很聪明，因为那时候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小女生，而是一个犯罪分子。如果他妥协了一次，对方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勒索他。相比之下，身败名裂总比被人长期精神操控要好受得多。我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也常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们已经站稳脚跟，有了第一桶金，就尽量远离那些穷人，别再跟他们混在一起。这不是势利眼，也不是嫌贫爱富，而是因为你们的沉没成本差距太大。穷人和富人混在一起时，穷人通常只有2种心思，第一是怎么让富人掏钱养自己，第二是怎么把富人拉下水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不会有第3种想法。因为一个人变富，在穷人眼里就是对贫穷的背叛。本来大家都过得差不多，你突然富起来了，在他们看来你就是个叛徒。这时候他们除了想害你、坑你之外，很难有其他念头。再说得深一点，这种阶层不对等带来的风险，不仅仅体现在感情关系上，连日常交往中都可能埋下隐患。那些没有财富积累的人，往往很难理解富人世界的规则。他们可能会觉得富人的一切都是运气好得来的，而不是靠能力一步步拼出来的。所以在他们眼里，富人天然就欠了他们什么。这种心态一旦形成，
就会驱使他们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，比如敲诈、造谣，甚至不惜同归于尽。回到那个脱口秀演员的例子，他的问题就在于没看清这一点。他以为跟粉丝搞在一起只是小事一桩，没想到对方会变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。粉丝和明星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平等的，粉丝可能把明星当成偶像，投入了大量感情，而明星却只是把对方当作一个普通人。这种不对等的情感投入，再加上财富和地位的差距，很容易让事情失控。最终，那个演员不仅没能保住自己的感情，还差点搭上了事业和名声。其实类似的事情在生活中比比皆是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真正混得好的人，不管是明星还是企业家，他们在选择交往对象时都非常谨慎。他们宁愿花钱找专业人士解决问题，也不愿意冒险跟没有沉没成本的人扯上关系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对方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，就可能会不择手段的反扑。而那些没有这种觉悟的人，往往会在关键时刻栽跟头。再说回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。穷人往往习惯了短期的、眼前的利益，他们很难理解富人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布局长远的东西。所以，当他们跟富人相处时，总会觉得富人高高在上，甚至看不起自己。这种误解一旦加深，就会变成怨恨。而富人呢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警惕性，很容易被这种怨恨拖累。我有个朋友曾经跟一个家境一般的女孩交往，那女孩一开始对他百依百顺，可时间一长就开始各种索取，先是要求买包买衣服，后来甚至直接开口要房子。朋友一开始觉得这是感情投资，也没太在意。可到最后，对方不仅没满足，还威胁要把他们的私事发到网络上去。朋友没办法，只能花钱了事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敢随便跟条件太悬殊的人交往了。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，阶层差距真的不是简单的情感能弥补的。所以说，不管是感情还是其他关系，沉没成本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。如果对方的成本太低，你就得小心了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你拥有的东西可能是他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的，他们很容易产生嫉妒或者报复心理。而这种心理一旦爆发，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找的对象跟你在同一个层次，大家都有东西要守护，那彼此之间就会多一份克制和尊重，关系也更容易维持稳定。最后我想说，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只要你有了一定成就，就得学会保护自己。别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，或者对人性过于乐观，而让自己陷入被动。那些死缠烂打的人，往往不是因为爱你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从你身上能捞到东西。与其等事情失控，不如一开始就选对人，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毕竟，名声和财富是自己辛苦挣来的，凭什么要让别人轻易毁掉呢？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